拉平上将是要回来了吗？据俄罗斯塔斯社1月10日的报道，经从知情人士处获得的消息确认，去年10月底被撤职的俄军中央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拉平上将，现已被任命为俄罗斯武装力量陆军总参谋长，主要负责俄军地面部队单位和编队的战斗训练和重新武装。只不过俄罗斯官方好像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对拉平的人事变动，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烟雾弹。据公开资料显示，亚历山大·拉平曾担任俄罗斯第20近卫集团军司令和驻叙利亚俄军参谋长的职务。2017年时升任至中央军区司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拉平上将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指挥中央部队集团在卢甘斯克地区作战，并于2022年夏天收获俄罗斯英雄的荣誉勋章。但在去年9月，乌军发起哈尔科夫大反攻后，俄军可以说是遭遇了自二战后最大的溃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丢失了包括伊久姆利曼在内的多个军事重镇，导致俄军在局势上变得十分被动，几乎是失去了全部的战场主动权。而赶巧的是，当时还正好是俄方庆祝乌东4州入俄的时间点上，就这样被乌克兰给泼了一盆冷水，对当时俄军的士气甚至是民心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有人对此事负责，但这口黑锅又不可能由克里姆林宫来背，于是就推给了俄罗斯军方。比如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上炮轰拉平的指挥不力，认为拉平在红利曼战役时在150公里之外的卢甘斯克远程指挥，直接导致俄军的溃败，使卢甘两地的俄军处境陷入了极为不利。卡德罗夫甚至建议把拉平贬为列兵，让他上前线去为俄罗斯作战，用手里的机关枪来洗刷耻辱。此外，不知道卡德罗夫是否是意有所指，还痛批了俄军中的裙带关系，呼吁使用一切武器来保卫俄罗斯领土，包括低当量战术核武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俄军内部的贪腐，由于人员的长期短缺，普遍存在腐败问题，尤其是后勤中的通信设备问题最为严重。比如，这是一个拆解俄罗斯无人机210过程的视频。结果惊讶地发现，这种价格约为10万美元的无人机，居然是用胶水、佳能相机等物品拼接而成，来充当军用的成像设备，并且它的燃料箱居然是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代替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其代价就是俄罗斯士兵的生命。至于刚才提到的俄军裙带关系，其实包括拉平上将在内，这里面的料更猛。比如在北顿涅茨河的别洛哥罗夫卡渡口战役中，俄罗斯武装部队损失了约100多个装备和近500名士兵；或是在赫尔松附近的切尔诺巴耶夫卡机场战役中，俄军遭受了乌克兰武装部队30多次的打击。在这2次的战斗中，俄军战术运用可以说是十分低劣，有限的空中掩护和缺乏灵活性的指挥，导致俄军士兵仿佛跳进同一个绞肉机里一样。不仅伤亡过高，而且还发生了初级军官拒绝服从自杀式作战命令的系统性案例。最令人惊讶的是，造成人员和装备巨大损失的俄军指挥官居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受到了表彰，其中就包括亚历山大·拉平上将的儿子丹尼斯·拉平中校，其担任的是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第1近卫坦克团的指挥官，仅在3个星期的战斗中就损失了一半的 T-72B3M 坦克。本以为丹尼斯·拉平中校会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不仅没有事，反而因为在乌克兰行动中的英勇表现，得到了俄罗斯中央军区司令，也就是他父亲亚历山大·拉平上将的奖励。你说这没点父子关系，我是不相信的。俄军内部混乱是混乱，贪腐也够贪腐的。但说实话，拉平上将真实的军事指挥水平，火力军个人感觉还是说得过去的，并没有如外界认为的那般平庸。起码在俄乌冲突中，拉平上将的能力要比车臣的小卡德罗夫和瓦格纳集团军的普里格任要强得多。当然，这是我个人感觉。拉平上将在去年任乌东总指挥后，便率领俄军事集群侵略夺取了包括红利曼、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等在内的多个乌军要塞重镇，其战场指挥水平可圈可点。
尤其是在拿下利西昌斯克的行动中，拉平上将率领禁卫军第90坦克师等部队，在大科米舒瓦哈和泽勒特等地成功执行了穿插作战任务，最终关上了利西昌斯克口袋的口子，这才使得俄军快速地拿下了卢甘斯克最后一座大城市。至于后来的红利曼的失利，严格来说其实并不能全怪拉平上将。当时乌军已经开始对顿巴斯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战况十分紧急，拉平上将算是临危受命，被迫派遣到前线去救场挽救局面的。但面对拥有巨大优势的乌军和西方雇佣兵，俄军只能龟缩在村镇和据点之间密林地带进行防御，其防御薄弱。再加上当时俄军在红利曼兵力不足，当时离边境仅100公里的俄军都在向克里米亚增援，导致红利曼方向无兵可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无论换了谁指挥都会失手，拉平上将大概率是背了黑锅。所以俄方媒体在放出重新启用拉平上将消息时，火力军也不算太意外。况且拉平上将还在斯托沃瓦、克里米纳建立起一套坚固的防线，阻挡住了乌军的进一步突破，及时避免了俄军溃败局势的继续恶化。反观车臣头子小卡和瓦格纳头子普里戈任，大家别看他俩最近几个月天天出风头，但仔细查看后就会发现，他俩好像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特别是车臣武装喊得最凶，但却几乎没夺取任何一个地方。而瓦格纳集团更是只在巴赫穆特啃了6个多月，都快打成凡尔登了，也没能拿下。也就最近才有消息传出，俄军已经攻下了巴赫穆特的屏障索莱达尔。但这也只是俄方单方面的消息，乌军并没有承认，并且其国防部副部长汉娜·玛利亚尔1月10日在 Telegram 称，乌军士兵仍在索莱达尔激烈奋战。所以依据俄乌战场上实际表现水平来说，正规军出身的拉平其军事指挥水平应该是远超过小卡德罗夫和普里戈任的。虽然拉平上将身为陆军总参谋长，还没有得到俄官方的确认，但既然有消息传出，那普京的用意就十分明显了。首先，俄军正值用人之际，普京是想让其戴罪立功，放着这么一个人才不用，怪可惜的。俄罗斯如果想要尽早结束冲突，自然要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鼓动一切可以鼓动的力量。而拉平上将以不到60岁的年纪就已经担任将军多年，加上他还曾被授予过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其自然是有一定能力的，不能因为1-2次战役的失利就将其弃之不用。更何况之前背黑锅的嫌疑还比较大。而这次传出升任俄陆军总参谋长，普京把他从一线指挥员的位置调任机关，未尝没有让他戴罪立功的意思。而这样的安排也表明普京依旧对他的能力十分信任。其次，普京是想搞平衡，此前卡德罗夫和普里戈任都是俄方风头正盛的人物，再加上他们2个人都属于政治军阀，其日常的言行在军方一些人眼中看来不免有些居功自傲。而拉平上将几乎是从俄军底层一步步坐上的高位，是典型的正规军派系。普京用他来敲打卡德罗夫和普里戈任是最合适不过的，毕竟当初2个人如此言辞激烈的公开批评军中高级将领，也确实有些不妥。而现在就轮到他们2个人坐立不安一阵了，当领导的统筹大局，真心累。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次拉平上将被普京重新启用，有很多猜测认为他将会负责俄罗斯2023年的春季作战。毕竟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这将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最难打的一场仗，因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已经准备好对乌克兰提供高端装备支持。如2023年1月5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联合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美军现役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德军退役的黄鼠狼步兵战车。在此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AMX-10RC 装甲侦察车。虽然乌军对于西方现役重型地面装备的渴求终于得到部分满足，但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新一轮加码，又标志着乌克兰战场烈度的增加。可以预见，俄军未来要面对的局势绝对要比去年更加恶劣。若是将拉平、小卡、苏罗维金、普里戈任放在一起，矮子里面挑个个儿大的，拉平比小卡、普里戈任指挥能力强，又相比苏罗维金这位新将更加老成。
再加上俄方2023年新的开始能尽快打一场翻身仗，从而重新控制顿巴斯战场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拉平这位能力强的老将无疑是最合适。总之，拉平上将无论是否升官，升官后又会对未来的俄乌冲突产生什么影响，目前还是未知数。让我们今后继续看下去吧。好了，关于拉平上将的回归，大家是什么看法？是否有才？是否有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